你知道美国降息、取消关税，还有巴菲特终于出手买股票，这三件事加在一起代表什么吗？代表资本的盛宴从现在这一刻开始了。因为当美股没有了关税的威胁，就不需要再担心股灾了，然后今年就可以直接翻一倍了。而当我们做生意、做投资的成本都因为降息瞬间的降低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所有人赚到的钱都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还要多。最重要的是，就算这几年一直在卖股票、手持天量现金的巴菲特，现在都开始抄底买股票了，开始做他人生最后一战了。也就是说，我们普通人就可以开始抄功课，他老人家在抄底什么，我们就跟着买什么，对吧？所以我们终于等到08年金融危机之后抄底进场的暴富机会了。真的是这样吗？我笑了。大家好，我是曹医生。经济学里面有一个叫做不可能三角的东西，很简单的，就是说美债、通胀还有关税，你美国就只能选择保住两个，牺牲掉其中一个。比如说，如果美国想要继续的收很高的关税，然后还想要降低全美国借钱的利息呢，那么最后的后果就是选择牺牲掉通胀只能让物价飙涨，最后让普通的美国老百姓去买单。你这样理解吗？因为降息的时候大家借钱更容易了，所以当大家都去借钱的时候，市场上的钱就会变多，变多就会贬值嘛。然后你还去加了关税，让美国在全世界买回来的东西都变贵了，那物价自然就涨了嘛。最后老百姓什么都不用做了，大家辛苦赚回来的钱就会无形贬值了，那这就叫做穷人税。再简单来说降息跟关税是保住了资本家跟政府的利益的，但就要去牺牲掉穷人的利益，那这是第一个选择。而如果想要保住穷人的利益同时也要保住政府的利益那就只能牺牲掉资本家的利益。也就是你美国可以继续的收很高的关税，也可以把通胀稳住，但你就必须要升息，让自己跟资本家借钱的成本变得更高，然后美股和美债就崩盘，这个是第二个选择。而如果想要保住资本家跟穷人的利益，也就是想要去降息，还有把物价压下去的话那么你政府就要去放弃关税，主动的告诉全世界自己的无能，这是第三个选择。而现在很明显了，利息就前几天已经降下来了，也就是说想要牺牲掉资本家的利益已经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就只剩下关税还有通胀这两个选择。那你觉得美国政府他会不会选择牺牲掉自己的利益，把之前跟全世界签的关税协议作废，只是为了保住穷人的利益，让大家买东西便宜一点呢？答案还真的会因为这其实轮不到美国政府去选择了。很多人说今年4月的股灾根源就是因为美国搞了个关税，那现在美国的法院就已经判了，告诉我们不用担心了大家，其实这个关税是违法的，所以当时美国政府跟全世界签的什么关税协议都将会变成废纸。为什么呢？因为关税它也是税嘛，那只要是税收，就不是你这个总统去决定要收多少或者是怎么去收了，而是由我们伟大的国会去决定了。也因为这样，法院就给了一个期限，也就是10月14号，只要这个限期一结束，只要最高法院不反对，那么你美国政府对全世界搞的所有关税都会全部推翻。也就是说最后的结果就是降息保通胀，所以无论是资本家还是穷人的利益都可以保住了。而最后牺牲掉的就是关税，牺牲掉的就是你美国政府。也因为这样，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拿着天量现金的巴菲特现在也出手抄底了，我们也可以无脑的布局了。真的是这样吗？各位，巴菲特他确实是出手买股票了没错，甚至他还去偷偷的让证监会给他的出手保密搞得非常的神秘，所以无数人都觉得他是在抄底。但问题就来了，他花了多少钱去抄底呢？只有50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他一年其实什么都不用做，光是这个利息就可以赚超过150亿美元。然后今天你告诉我，巴菲特他只是拿了利息里面其中一小部分去买了一些资产，然后你就说他抄底了，那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呢？如果你今天告诉我的是他手上3500亿美元的现金，哪怕他只是拿了1000亿，甚至只是拿了500亿出来投资呢，
我都可以去相信他真的是抄底的。但他现在是投了多少钱呢？就50亿，那这不就搞笑了吗？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是买了50亿的股票，但他也继续卖了80亿苹果还有其他公司的股票啊。也就是说，巴菲特他还是在净卖出股票啊。各位，如果我告诉你，巴菲特就好像一个魔术师一样，左手买股票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但他右手做的却是在逃生转移资产，你怎么想呢？如果我告诉你，降息并不是在保障资本家的利益，反而是在损害他们的利益，你又怎么想呢？如果我告诉你，关税是绝对不能作废了，因为作废就等同于引爆金融危机，你又怎么想呢？而今天这3件事情正在同时发生当中啊，你又怎么想呢？我告诉你，这不可能三角，牺牲掉了永远只有穷人的利益。如果你不想要成为这局里面的牺牲品，甚至你希望可以靠这个机会跨越阶层的话，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因为你预期我后续会给你更多的资讯。而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就忘了，等于浪费了你的时间了，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回来跟着去做。首先最重要的，注意听了，现在美联储降息的这件事呢，其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到底是为什么降息，以及怎么降息，也就是说它有没有做对事情。什么意思呢？降息呢其实就2种，一种叫做预防式的降息，另外一种叫做挽回式的降息。简单来说呢，预防式降息就好像一个身体它有点不太舒服了，但依然呢还算一个很健康的人，他为了预防自己生病，所以就提前吃了一些维他命，防止自己生病嘛。所以预防式的降息呢，就相当于提前给经济吃一些维他命，防止后面会崩盘。也就是说，这样的降息呢，它是可以慢慢的去降息的，就好像一个人吃维他命，他不需要吃很多的，因为这东西呢只是用来强化身体的。但是挽回式的降息呢，就好像一个人已经病得很严重了，然后你这个医生才去给他治病，给他去注射无数的强效药，希望可以让他起死回生。所以挽回式的降息呢，很可能已经代表了经济已经衰退了，这个国家赚不到钱了，大家没有工作了。也因为这样，美联储才不得不快速并且大幅度的降息，甚至还要直接印钱下场去接盘，买下那些快崩盘的股票还有债券。那么各位，现在的美联储它做了什么呢？它到底是预防式的降息还是挽回式的降息呢？很明显是预防式的，对吧？因为它这一次降息的幅度呢是很少的，只有 0.25%，而且它放出来的预测图呢，就告诉我们，它今年只会降息2次，明年最多就1次。也就是说，它是不急着去降息的，它只是在未雨绸缪，只是在为经济吃点维生素。真的是这样吗？很简单，我们直接去看一下这个美国的 GDP， 看一下这个国家呢能不能赚到钱嘛。你一看这个数据是非常的 beautiful 的，有 3.3%， 代表经济呢依然是非常火热的。但如果你把这个蓝色的棒子拨开的去看，你会发现这 3.3% 的数据呢已经出现很严重的问题了。你可以看到这5颜6色的棒子其实就是告诉你美国人他靠什么赚钱的。一直以来我们说要看美国的经济好不好呢，要看的其实是消费，也就是蓝色的这些，因为美国 60% 赚回来的钱呢都是靠消费的，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今年的1季度跟2季度美国人消费花的钱对比以前已经瞬间的减少了。但是问题就来了，为什么美国的消费减少了，但美国的 GDP 依然有 3.3% 呢，依然还是很高的呢？很简单的嘛，因为有一项数据变多了，就是咖啡特的进口弥补了消费的减少也就是说进口赚回来的钱变多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都知道嘛，进口其实就代表美国在全世界花钱买东西嘛，所以进口呢它是不会赚钱的，它只有出口才会赚钱嘛。但是这图明显就告诉我们，美国的进口赚钱了，撑起了整个 GDP 了，也就是说美国花钱出去了，但反而是赚钱了。那这不矛盾吗？其实是不矛盾的。这咖啡色的进口赚钱的数据变多了，其实是代表美国进口买东西变少了，因为花出去的钱变少了，其实就等同于赚回来的钱变多嘛。也就是说各位，
美国现在这个第二季度的 GDP 之所以可以有 3.3% 那么不错，是因为美国进口变少了，它花出去的钱变少了，所以它看起来就更有钱了。但是它赖以为生，靠消费赚回来的钱呢，其实是变少的。也就是说，美国它花钱变少了，赚钱也变少了，那能不能证明它的经济很好呢？就是你一个人赚不到什么钱了，然后不去花钱买东西了，然后就说你变有钱了，生活的 level 过得更好了，能不能这么说呢？不行嘛。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看蓝色的美国表面的 GDP 呢，美国人确实看起来很有钱，挺赚钱了。但是我们扒开美国的收入跟支出去看呢，美国其实消费赚钱的能力对比以前升息就是利息那么高的时候呢，还变差了。就是大家以前去刷信用卡嘛，都要付很高的利息，所以理论上以前的消费数据呢，应该是很差才对的。但去年降息之后到现在呢，消费反而比过去更差了。然后美国是靠什么撑起 GDP 的？就是靠减少进口，也就是少花钱嘛。而最重要的是呢，美国不是因为节省所以它才少花钱了，而是花不起钱了。关税大家都知道吧？关税之后呢，美国到全世界买东西都变贵了，所以它才不花钱了。也就是说，这个进口的减少还不是什么好事情啊。它不是代表美国人变节省了，而是代表美国在全世界都买不起东西了。而美国大部分吃的、喝的、玩的都是靠进口的，那现在进口买不起了，本地的也很贵了，所以呢，能不能就代表美国的经济变得更好呢？而且你再去看一下，美国一季度的 GDP 是负 0.5% 啊，为什么？今年年头美国呢就说要准备加关税了，所以美国做生意的人呢，当时就疯狂的到全世界花钱，到全世界去买东西，提前去囤货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美国的进口呢就变多了，进口花出去的钱就变多了，所以进口呢就是负的。但同时我们可以看得到，粉紫色的那个美国的库存呢就变多了，就弥补了一部分美国花出去的钱嘛。就是在美国，你花钱买了货，然后你把这个货囤起来了，变成库存了，它都会算进去这个美国的 GDP 里面了。所以进口是负，没错，但库存呢是正的，这已经为一季度美国负 5% 的 GDP 弥补了不少了。但美国一季度的 GDP 之所以沦落到负的下场，最重要的是当时的消费已经萎缩的非常严重了，就是大家都不去消费了。所以如果我们把美国的 GDP 平均下来，你就会发现第一季度跟第二季度平均只有 1.4%。所以美国是不是有可能已经是一个癌症的病人呢？所以美国政府一直说要快速并且大幅度的去降息，其实就是暗示要挽回式的去降息嘛。但是现在美联储偏偏在那边装镇定，只降那么一点点，还说这个是预防式的，那问题就大了。为什么降息这一招想要有效呢？是要有一个大前提的，就是企业跟老百姓对未来是有信心的。那你去看现在是什么情况？关税战打得乱七八糟的，那谁敢去随便投资呢？企业的老板一看情况不对，那与其说扩张生意，还不如把钱存在银行或是买美债，躺着去赚 5% 的利息，不香吗？而现在美联储降息了，就好像是跟你说好了，从今天开始呢，利息就变少了，你们别躺着了，都起来做事了。你觉得企业就会马上的跳起来扩张工厂，去招聘员工吗？那不可能嘛。如果你是老板，现在的利息虽然是降了一点，但还是很高啊，而且全世界都在传美联储后面还会继续的降息，那你会不会想啊，要再等一下，等到利息更低的时候再去借钱呢？更惨的是，过去几年高利息呢，就养出了一大批实力的阶级，就有钱人、退休官员还有资本家，他们什么都不做的，就光吃利息呢就赚饱饱了。比如说巴菲特啊，他就把大部分的股票都卖了，然后去买短债。你现在一去降息呢，就等同于直接砍了他们的收入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利息一降了，美元就跌下来了。为什么？因为在美国躺着赚不到钱，那资本家就把钱转移到其他国家继续的躺啊，所以大家就继续的抛售美元啊。结果就是呢，降息本来是想要市场上的钱变多了，但现在钱都在跑出美国了，反而钱变得更少了。
完全抵消了降息那一点微薄的好处。所以利息只有高利息还有低利息的区别，你慢慢的去降息呢，就等同于没有什么降息的，甚至像现在这样让美元贬值的更狠。也因为这样，00年降息之后呢，互联网的泡沫爆破了，直接股灾了。08年降息之后呢，金融危机就爆破了，直接崩盘了。就是因为本来该挽回式的降息，它却去预防式的降息。但你知道吗？每一次崩盘呢，都是财富重新分配的时刻。08年金融危机，有人跳楼破产，有人抄底暴富。20年疫情崩盘呢，散户血本无归，对冲的基金随随便便就赚了3倍。而今年的这一场危机呢，将会是普通人最后一次改命的机会。为什么无数人在暴跌的过程里面都是亏钱的呢？因为手上没股票的人只会盲目的去抄底，结果呢就抄在半山腰了。手上有股票的，要不就是恐慌性的割肉卖在最低点，要不就是死扛着等去解套，结果就是错过了暴跌还有暴涨的赚钱机会。所以如果你还在被什么长期持有，只要拿着就会涨回来这些不负责任的策略洗脑，你的财富呢就会被时代彻底的压碎了。所以你必须要学会在暴跌之前的逃顶信号，去提前锁定你的利润，还有当趋势翻转的暴利机会。而我们的方法呢，简单来说，我们去赌会不会下雨。但我看到乌云了，所以我不但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下雨，而且如果我猜对是下雨的话，我赚就赚你100块。但如果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我亏呢只是亏1块给你。长期去玩这场游戏呢，我只会输少赢多。这样看上去我是在赌博，实际上我却是在开赌场在投资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学太多的投资方法了，我们只需要有一套方法和系统，可以贯穿任何的资产，包括股票、黄金、比特币，甚至是外汇。那我就花了3个月时间，把安装这套投资系统的方法呢，记录在今年的投资改命培训营里面。只要你是我的粉丝，这个报名费不用$400了，连1分钱美金都不要，直接免费。之前错过我们直播抢不到门票了，这一次就不要再错过里面的大福利了。那么你可能会觉得只是看了个 GDP， 你又在这里吹牛大做文章，你扫地僧的说服力不够啊。首先呢，我不需要说服任何人的，我只是在提醒风险，告诉你表面的数据呢，你是要拨开了之后才可以看到真相的。所以如果你同意的话呢，我就再给你拨开另外一个数据，就是美国的失业率。其实好像看起来也没什么事，今年呢它只是从 4% 提升到了现在 4.3%， 就是说虽然失业的情况呢也不太好了，但还不算是非常严重，对吧？但如果我们看的是非农就业数据呢，这个月美国是直接把今年的非农数据下修91万，就是今年美国呢本来是新增了接近100万的职位的，但是现在告诉你并没有100万那么多，只有不到9万就好像你去考试，你本来呢是有100分的，但今天老师告诉你之前的分数给你算错了，你其实没有100分，你只有9分，那恶不恶心呢？最重要的是美国直接把6月的 14.7 万变成负 1.3 万。各位，美国的就业数据是负的，是什么概念呢？其实就代表了美国它不但连一个就业职位都没有变多，反而还在不断的裁员，而且是连续几个月都是这样的。简单来说就是今天你想要去换工作所以你辞职了。如果这个月有 14.7 万的人去辞职呢，那么正常来说是不是就应该空出来 14.7 万工作的职位呢？但是当你辞职了之后，你才发现整个社会上面不仅没有 14.7 万的职位等着你去应聘，整个美国的企业呢反而更进一步的裁减了 1.3 万人。这代表什么呢？这不就是代表16万人同时失业了吗？这样美国的失业率不是就会暴涨了吗？但是今天美国的失业率只是从 4% 提升到 4.3%， 好像也没有很多人去失业为什么？因为美国告诉你失业率不是这么算的。如果说你失业没有收入了，但你为了吃饭你上街发了1个小时的传单，那很抱歉，你就不算失业的人了，因为你还有收入嘛。也就是说，你每周但凡只是工作超过1个小时，你都不是失业的人，所以就不能把你算进去失业率里面。那么你可能又会问如果我什么都不做，那算不算失业呢？
美国又告诉你还是不一定啊，除非你是被公司炒鱿鱼的，你才算失业。如果你是主动辞职的，你必须要在过去1个月里面很积极的去找工作。如果你实在找不到了，你才算失业，因为你才刚辞职嘛，那你肯定不会马上跟劳工部报告你自己失业了，所以也是不能算失业的。那么当你跟这个劳工部报告了说自己失业了之后呢，你就要在这1个月里面一直积极的去找工作，你才能够算失业。如果你没有积极的找工作，那也不能算失业。好了，就算你现在被算进去这个失业人口里面了，你可以领到这个失业金了，但是你最多就只能算6个月的失业人口。如果你超过6个月之后呢，你还是找不到工作，那你又不算是失业人口了，甚至还会直接把你从劳动人口里面踢出去，因为都给了你这么长的时间，你都找不到工作了，那就说明你已经彻底的丧失了劳动力了，对吧？你对美国就没有什么价值了，那美国也不会给你什么失业金了，你就自生自灭吧。所以各位，是不是听起来你在美国想要失个业都很复杂很困难呢？也因为这样，你想要把美国的失业率推上去呢，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了。现在涨了 0.3% 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我们看的是非农就业的数据，现在已经是负了。但是这些数据呢，其实也不能说明什么。你要去看美国真正的失业率呢，你必须要跟我飞一趟纽约，你就会发现很多的流浪汉，还有在街边搭帐篷的人。各位，你不要看不起他们，因为他们很多以前也是很体面，坐在办公室里面的人，但是因为他们的失业超过了6个月了，所以连这个失业金都没有了，只能在这个街上旅居了。所以各位，真相是什么呢？为什么美国的经济可能已经是患了癌症的人呢？但美联储他却说依然很健康，现在吃药降息呢，只是在预防生病。那这代表什么呢？很简单嘛，就是尽量的稳住病人，别让全世界知道真相。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们不敢去承认，这根本不是预防式的降息，而是挽回式降息的起手式。他们现在慢慢的降，装没事，是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市场发现美国的经济根本不是感冒，而是晚期的肿瘤，那美元就会崩了，美债就会没人买了，全球的资金就会疯狂的逃离了。所以他们就只能一点一点的降，一边降一边说经济还很强。我们是不急的，今年只会降个2次。那这是在安慰市场，还是只是在骗市场呢？他们真正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他的预期管理彻底失效了。一旦所有的人都知道美国的经济已经站不稳了，谁还要持有美元呢？谁还敢去投资美股呢？所以美联储降息，它不是去吃维他命它是要准备打吗啡的，而且剂量呢只会越来越大，因为扩表印钱打吗啡才是唯一抑制的方法。但美国会在什么时候扩表印钱呢？历史以来呢，只有在股市崩盘、经济崩盘的时候，资产价格跌到谷底了，然后美联储才会印钱，把钱借给资本家，抄底贱卖的资产，把资产的价格重新推起来。但是资产却转移到资本家的手上了。所以很多人说现在关税被判了违法了，也就是美国要取消关税了，这样对美国的经济还有稳住通胀是好事对但对美国政府却是一场灾难美国财政部管钱的那个贝森特，他亲口承认如果之前签的关税都变成废纸，那么美国政府就必须要把之前收回来的钱都要吐出来。这不是几百万的事而是1万亿美元的事现在美国的军费就1万亿，现在利息每年也要还1万亿，那到时候你要让美国政府把他已经花出去的钱再吐出来，他怎么吐呢？是把那些军人给解雇了，还是不还钱呢？最后的结果是不是还是要让美联储去印钱？而且美国收回来的关税是花在什么地方就是花在给企业减税因为他要给美国的企业减税，所以美国政府本来可以赚到的钱就变少了嘛。也因为这样，他才要向其他的国家收关税来去弥补这笔钱简单来说呢，就是要让其他的国家代替美国做生意的去交税。那么如果关税作废了，除了美国政府要把钱吐出来之外，是不是说那些减税的企业也要把钱吐出来最重要的是，美债是不是更加的卖不出去之前美国就是通过关税来去逼全世界买美债了，
你买美债借钱给我了，我就给你少收一点关税。你现在好了啊，关税作废了，那大家就不用买美债了。之前美债的 ETF 呢，就从150块跌到90块了，然后什么硅谷银行那些都破产了，难道还要再来一遍吗？所以现在降息呢，已经是肯定已经发生的事情嘛。而关税呢，如果从法律上来说，关税可能真的是违法的，但是现在它牵涉到国家的利益，美国政府上诉之后呢，关税真的可以取消吗？当关税都不会取消的时候，不可能三角里面牺牲掉的依然还是通胀，美元还是会贬值啊。所以重中之重就来了，开头说了，巴菲特花了50亿去买股票，但他卖了80亿的股票，这真的是在抄底美股吗？现在美国降息了，他手上短期美债利息被降下来了吗？还有关税依然这么不明朗，不知道会不会死灰复燃的时候呢，他花了这50亿真的是在抄底吗？他更多的是在声东击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他已经在转移资产了，什么意思呢？首先，他手上3500亿的现金是不能动的，只要他都拿去换其他国家的货币呢，美元就会直接崩盘，直接变废纸，因为这钱太多了。所以他到目前这一刻呢，就算美债利息变低了，他也是拿去买美债，因为至少利息还是不低嘛。而他真正布局的是日本的资产，为什么？你想一下，美元要流出去，可以流去什么地方呢？为什么美国财政部长他要去点名让日本升息呢？而日本也说过很多次，他要准备升息呢，因为美元要出走的话呢，它最大可能要流过去的就不是欧洲这些国家了，而是中国。如果不想要美元流进去中国，唯一的方法呢，就是让日本去升息。因为当全世界甚至连中国都跟着美国一样降息，唯独日本升息的时候呢，钱是不是就会流进去日本呢？因为之前很多在日本借钱，然后把钱转手拿去美国投资的人，现在因为利息高了，就必须要把钱还回去日本了。也因为这样，日元就会升值。而且巴菲特他是怎么布局日本的呢？他只需要指着自己的鼻子，日本呢就把钱借给他了。他在日本借了几万亿的日元，利息是接近于0的，然后收购了日本的5大商社。这5大商社呢，每年给他分红呢，都超过他借钱利息的5倍了。最重要的是，根据日本的法律呢，外资是很难持有日本上市公司超过10%的股份的。结果呢，现在巴菲特持有30的股份已经超过10%了，这代表什么呢？代表到现在巴菲特依然还在偷偷的加仓啊。所以当巴菲特这样的股神都去代言日本股市，现在全世界无数的基金都在跟风过去日本布局的时候呢，然后这个股票直接就暴涨了7%了。最近日股呢，甚至直接创新高了。也就是说，巴菲特用日本人的钱推高了日本的资产，而且他最近还继续的加码。所以巴菲特推高日本的资产，其实就是帮美国搭建这个资金的蓄水池。简单来说呢，就是把从美国流出去的美元都圈在日本，不让这些钱呢流向其他国家。所以你去思考一下，巴菲特真正布局的到底是美国还是日本呢？我自己去年呢把美元换成日元，现在日元最高都涨了15%了。这就是为什么其实资本家都在抛售美元资产，在转移资产了，但很多的散户都在往美元资产去冲啊。但其实也无所谓的，为什么？就是虽然我本人没有布局美股，都在布局黄金、白银、比特币、日元或者是港股，但比如说我团队带着我们补习班的弟子，他们也会去布局美股。比如说 Tesla， 我们在突破橙色线，也就是357块的时候买入，现在利润呢是20%左右。还有 U 这只股票，我们在回踩橙色线，也就是38块左右买入的，现在利润呢也是20%。我不是在炫耀什么，只是想要告诉你，你去投资美元资产，你必须要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你其实是接受了现在美国的经济不太好，可能会很严重，但是股市呢却在股灾之后反弹的这件事，还有美元在贬值的这件事，就是你去买的话，就是代表了你同意了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你觉得是 OK 的。所以我们自己的策略呢，就算我们参与美股，不想要浪费这一波涨势，但我们也只是玩游击战，赚到钱就跑了，做好止损跟止盈，然后自动的让买卖发生的。我们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明知道有风险都要往里面冲了，那就必须要做好风险管理了，因为一旦情况不对就要跑了。如果你想要系统性的学习如何为你自己的财富安装防火墙，还有导航系统的话，甚至你希望我们有什么布局可以第一时间跟你联系的话，那么赶快走进我们2025投资改命培训营吧。好了，今天这部影片，如果你觉得有些细节听不懂，我建议你把我前2-3期的影片看完。这里我多说几句，就是我影片的逻辑都是环环相扣的。你不看之前的影片，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我在马后炮，但其实很多东西早就说了，我不能每一次都解释，这样会很烦，影片也会很长。所以你最起码看完前2集，而下一期呢，你预期会怎么样呢？很多人每周都不在等这句话，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的话，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留言给我的。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你自己的人生过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周不见不散，拜。